我痛，故我在；我行动，故我在。这两个观念是对于自我存在和行动的看法。我痛故我在强调痛苦的存在，使我们感到自己的存在。痛苦是一种强烈的感受，它能够引起我们对自己的意识和存在的认知。这种观点认为，透过经历痛苦，我们确认了自己的存在，且在其中找到意义和价值。我行动，故我在，强调透过行动，我们才能真正体验到自己的存在。通过主动参与和执行行动，我们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和存在价值。行动可以是身体上的行动，也可以是思想和情感上的行动，它们都是我们与世界互动的方式。这两个观念提醒我们对自我存在和行动的重要性。痛苦和行动都是我们感受和体验自己的方式，它们与我们的意识和存在紧密相连。它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帮助我们探索和理解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你依照你的信心和期待创造你的实相，因此你理应小心地检查它们。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世界，那就检查你自己的期望吧。每一个思想或多或少的都被你构成为实质。小心检查自己的信心与期待，这是 S 哲思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个人的信念、期待和思想如何影响个人的现实经验。根据这个观点，我们的信念和期待可以影响我们所创造的现实，因此我们需要小心地检查和选择我们的信念和期待。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目前的现实或经历， S 哲思建议我们检查我们自己的期望和信念。这意味我们需要关注我们内在的想法、信念和情感，且确保它们与我们所渴望的现实相一致。这也强调了个人的责任和主动性，因为我们有能力塑造我们的思维和信念，进而影响我们的经验。通过自我反省和自我检视，我们可以更加意识地选择和培养那些能够创造正面和令人满意的现实的信念和期待。因此，这一观点提醒我们要审视和调整我们的内在世界，以更好地塑造和创造我们所渴望的外在实相。大自然动植物的预知。大自然中的动植物有时展现出预知的能力，这是一种非常有趣和神秘的现象。许多动植物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或环境的变化表现出敏锐的感知能力，使它们能够做出相应的反应。有些动物能够预测天气的变化，例如鸟类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就会感觉到气压的变化且做出相应的行为。一些昆虫在地震发生前会表现出不寻常的行为，如摇摆、逃离巢穴等。这些观察表明，它们对自然界中微小的变化具有敏感度。此外，植物也有类似的能力。一些植物在环境受到威胁时会产生防御机制，例如释放出特殊的化学物质来吸引天敌攻击其他昆虫，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这种行为表明，植物对周围环境的变化具有一定程度的预知能力。这些现象可能与动植物对于微细变化的敏感度以及它们天生的本能和适应能力有关。然而，科学尚未完全理解这些预知能力的来源和机制，因此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神秘性和待解之处。身体是自己信念的具体化。S 哲思的观点中确实提到身体是自己信念的具体化。根据这一观点，我们的信念和思想能够对身体产生影响，且在某种程度上塑造我们的健康和身体状态。S 哲思认为，我们的信念系统是我们对自己、世界和生活的基本看法和观念的集合。这些信念通过我们的思想、情绪和行为来表现，且最终反映在我们的身体上。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是健康、充满活力的，这种信念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状态上，使我们更有可能保持健康。
相反，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负面的信念，如怀疑自己的健康状态或预期身体出现问题，这种信念也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身体的状态和健康不仅受到信念的影响，还受到遗传、环境、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信念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哲斯的观点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念和思想对我们的身体和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重视且培养正面和健康的信念，且意识到自己的信念如何影响身体和健康，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平衡的生活。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身体健康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且采取全面的方法来促进自己的健康和幸福。